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我有个炒美股的朋友，最近急坏了。Circle 公司就是发行了 USDC 的那家，上市短短的1个月，最高的时候竟然暴涨500%，可他呢只能干瞪眼，一级市场进不去， IPO 也抢不到，等开放交易的时候，早就价格飞上天了。他着急地问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提前能够低价的买到这种爆发前的资产？我的回答是，也许你现在应该了解一下 RWA。Circle 之所以能够暴涨，就是靠这3个字母撑起来的。RWA 的英文的全称是 Real World Assets， 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它是把我们现实世界的资产影射到了区块链上。简单的来说，以前只有大机构才能买到的美债、高端房产、艺术品，现在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碎片化的购买，实时的交易，甚至每天可以收利息了。你可以想象，把一张10万美元的美国的国债变成10万个代币，每个代币呢等于1美元，你和我都能够买上那么几份。举个你现在就可能操作的购买美债的 RWA 的例子，比如说在 Onto Finance 平台上，只需要3个步骤：第一，转入 USDC； 第二，换成 USDY 的代币，一种由美国国债支持的收益型代币。然后呢，每天晚上6点，利息就会自动到账。目前 USDY 的年化收益率大约是 4.29%， 高出银行定存 26%， 也高出传统的国债 ETF 20%。简单的3步就能体验 RWA 带来的便捷和收益。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并非投资建议。如果你还不了解加密世界，不建议你随便去尝试。RWA 不算是新的概念，为什么最近突然火爆了呢？其实背后有4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监管终于开绿灯了。最近美国连续推出了3项关键的加密法案，明确数字资产的法律地位，允许传统的金融资产，比如说股票、债券，通过区块链发行和交易。同时呢，还给出了清晰的监管细节和指导。简单讲，这就相当于政府给 RWA 发了一张通行证，彻底扫除了法律的障碍，让华尔街的大机构可以放心大胆的入场布局了。第二呢，是华尔街银行主动入场了。最近呢，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摩根大通启动了一个名字叫做 JPMD 的项目，直接把美元的存款和美国的国债给搬到区块链上。听起来技术性很强，对吧？但它背后的分量远比我们想的要重得多。你要知道，摩根大通可不只是银行这么简单，它被称为华尔街的心脏，是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枢。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所以这次 JP 主动的接入区块链，是在全世界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区块链不再是一个小圈子炒币的工具，而是可以承载现实金融资产的核心的基础设施。它让我们看到区块链正在进入主流的金融的核心，而摩根大通的入局就像一个巨大的催化剂，直接带动其他金融机构开始重新的思考，是不是我们也该上链。这个趋势呢，它会引发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探索 RWA， 把资产搬上链，这将彻底的加速 RWA 的普及，甚至重塑整个金融市场的底层的结构。第三呢，区块链技术彻底的成熟。过去几年，以太坊、Solana、Polygon 这些主流的公链性能、稳定性、安全性都有了质的飞跃，而且跨链的技术，比如说 Chainlink 也日趋成熟。可以说，现在的链上的技术终于能满足传统金融世界所需要的低门槛、高频率、大规模的资产交易的需求。第四是用户和市场的需求彻底的爆发了。现在的普通的投资者早就不满足于单纯的炒股、炒币，他们渴望能便捷的投资国债、商业地产、私募股权，而企业呢，也迫切的希望用区块链来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权威机构甚至预测2030年全球 RWA 的市场规模可能会突破30万亿的美元。简单一句话， RWA 正在成为连接区块链世界和传统金融市场的一个超级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下一轮牛市当中最大的爆发点之一。听到这里，你可能还会想， RWA 具体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之大。我总结了3点。第一，好的资产终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以前呢，买美债你得跑银行，手续特别麻烦，门槛呢也非常高。你投资 Circle、特斯拉这种明星的 IPO， 普通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甚至说房子，比如说买北上广的学区房，可能一辈子都攒不够钱。现在呢，这一切完全不同了。国债几分钟链上搞定， IPO 明星公司代币化之后，上市前你也能够提前的布局。房地产不用几百万上千万，你也能够像买基金一样，花个几百块钱上千元，你就能轻松的持有北京、东京甚至迪拜的优质房产份额。第二呢，是全球的资产随时随地的都能够交易。想象一下，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我拿起手机，我就能够买瑞士的私人的股权，或者是迪拜的豪宅的小份额。不管你身在上海、台北、纽约，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7×24小时的自由的交易全球的资产。第三是更低的门槛，更高的收益机会。过去动辄几百上千万起投的资产，现在几美元、几十美元就能轻松的参与。很多的资产还会自动的发放收益，让普通人也能够像高高在上的富人一样享受资产增值的红利。总而言之呢， RWA 就是把以前富人垄断的投资机会变成了全民资产的时代。那么具体来说，现在有哪些领域已经开始快速的落地代币化呢？主要集中在以下的5大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股票的代币化，比如说 Coinbase、Kraken 这些主流的加密交易所现在正准备推出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这些明星公司的股票代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需要几十美元就能够在链上轻松的拥有苹果公司的一小部分，享受它未来的增长。第二个领域呢，是国债的代币化。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摩根大通已经通过旗下的自己的平台顺利的完成了全球首笔的美债代币交易。市场人士甚至预测2027年链上美债交易规模可能超过5万亿的美元。第三个领域是房地产的代币化，在迪拜、日本、美国等地，房地产代币化已经开始落地了。比如说最近有一家叫做 Balcony 的公司，一口气他把37万套的房产上链，总价值高达2400亿美金。你可以想象，一家开发商有一栋10亿人民币的大楼，把它拆分成1亿份的代币，每份100元，这样全球的投资者都能够购买。开发商资金快速的回笼，普通投资者则能够降低成本，参与优质房产的增值。对普通人而言，你可能一辈子也拿不出几百万去买北京的学区房，但未来你只需要1000块钱就能够在链上买到北京学区房的0.0000几的所有权的代币，房子升值或者出租的时候，你都能够获得相应的分红。第四个领域是私募的股权与基金代币化，包括富达、花旗、贝莱德这些全球顶级的金融巨头都已经开始积极探索链上的基金私募股权产品。未来你拿起手机，可能只用100美元，你就能买入类似红杉资本这样顶级投资机构的早期的基金。比如说富达推出的数字国债基金，如果在链上允许普通人直接购买的话，不用银行开户，不用几十万元的美元的门槛，你拿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买进美债。简单来讲，过去只有华尔街顶级投资者才能享受的资产配置机会，如今呢，通过 RWA 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实现。第五个领域呢，是 Web2 巨头们的稳定币的战略。
Web2 时代的互联网巨头们也都开始紧盯稳定币的市场，比如说 Meta 前 Facebook 现在正在考虑把 USDC 这类已经合规的稳定币直接整合进 WhatsApp、Messenger、Thread 甚至元宇宙的平台 Horizon Worlds， 目标呢是打造一个类似微信再加上支付宝的全球支付网络，让用户能够在聊天、社交、虚拟世界中随时随地的转账消费。与此同时呢，亚马逊、沃尔玛、Shopify 这些电商的巨头也在酝酿发行自己的稳定币。为什么呢？过去他们每年都要向 Visa、Mastercard 支付高达 2% 到 3% 的手续费，合计上百亿的美元。如果有了自己的稳定币，就能绕开这些中介，构建内部的结算网络，大幅的降低支付的成本。换句话说，稳定币正在成为他们挑战传统银行和支付巨头的一个新的武器。那么现在你要注意一点的是，刚刚提到的这些资产代币化的案例都是在2025年短短的这几个月内密集的发生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很可能 RWA 将成为这轮牛市当中的最大的赢家之一。一旦更多的企业发现资产上链的优势，就会引发一个强大的正向的循环。一个成功的案例会引来更多的企业的跟进，最终呢形成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底层的区块链无疑呢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尤其是这些链，以太坊最成熟、最稳定，安全性也高，它是目前大多数的 RWA 项目的首选主网。Solana 性能强大、高速而且低费，非常适合股票代币化的交易。Polygon DeFi 的生态非常成熟，许多传统机构正在把它当成一个 RWA 代币化的实验场。Avalanche XRP Ledger 正在成为房地产代币化与跨境支付项目的热门链。专用链比如说 OnDoChain、XDC 等等，未来呢一定会涌现更多专门为金融机构服务的区块链，提供合规、高效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这些底层的区块链很可能会成为全球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资产代币化的基础设施的首选，引发整个加密市场迎来巨量资金的涌入。还记得开头那位买不到 Circle 股票的朋友吗？最后我对他说，现在一级市场上你抢不到没关系，因为很快你可能直接在链上买入你喜欢的公司，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散户和机构的区分了，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懂不懂区块链。资产代币化的变革也许会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彻底的改变全球财富的流动方式。好的，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最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RWA 和区块链的更多的趋势和机会。我们下期再见。